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肉跟 Logan， 今天要来谈的是环游澳洲之旅行篇。在看这一部影片之前呢，建议大家先去看上一部准备篇，才不会漏了很多东西没带，要用的时候你要开一大段路去买，准备充足再上路。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Logan 的环澳之旅吧。
就跟大家刚才看到的一样 ，Logan 我是从布里斯本开始逆时钟到凯恩斯、达尔文、博斯，走沙漠到乌鲁鲁，澳洲的中心，再往下到阿德雷德、墨尔本，飞塔斯马尼亚绕一圈，飞回墨尔本，然后坎培拉、雪梨，最后又回到布里斯本。这一圈花了 Logan 我3个半月，然后开车的里程数不是刚才的26000多公里，实际我的开车里程数是35000多公里，因为你要加上你到景点之后住宿的地方附近的景点，尤其是 City 的部分，总共 Logan 花了3个半月，开了35000多公里的路来呈现给大家澳洲的景点跟旅行。当然这中间 Logan 也完成了很多人生必做的项目，建议大家要先把自己人生必做的项目列出清单，才不会往往你跟你的梦想只有一步之差，你却没有去做它。那现在就让 Logan 来讲一下我中间达成了哪一些成就吧，因为成就太多了，请大家原谅 Logan， 我看一下小抄。第一个是参加陌生人的派对，这个我在北领地的时候要到 Perth 中间有个 Paul 黑的人，有荷兰人直接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派对，他就跟他的同事2个人在停车场遇到，就直接邀请我们到海边游泳、喝酒、聊天。第二个跳伞，跳伞这部分 Logan 也已经拍了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Logan 变形的脸。第3个高空弹跳，高空弹跳 Logan 是在凯恩斯做的。第4个跟鳄鱼游泳，鳄鱼游泳是在达尔文，它有个死亡之笼，就是你要进去一个透明的亚克力箱子里面，然后把你放进鳄鱼池，还蛮害怕的。再来是沙漠之旅，从Perth沿路开到乌鲁鲁，2000多公里的沙漠，没有讯号，手机是没有讯号的，你只能租卫星电话才有讯号。中间当然有很多是出车祸的车子的遗骸。雨林骑马，骑马这一块真的是大家都看电视上骑得很帅很漂亮，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自己去骑的话，你只有一种感觉，什么叫屁股痛。再来是骑骆驼，这个大家也是看起来很不错，但是其实骆驼的味道是非常重的，很不好闻。再来地底住宿，澳洲在 Kapapeti 那里有个地下城，是挖矿挖出来的，在那边住宿也是一个蛮特别的。那时候上面地上是沙漠，很热，但你一到地底真的很凉快，你完全感受不到外面的热。滑沙，我是在摩顿岛做的，那时候还遇到一个朋友，也是台湾来的，他是用一种很特别的叫宗教签证过去的，去帮忙传教的。那个朋友是个美女，后面如果我有拍到的话，我会再秀她的照片给大家看。浮潜、潜水，这个就不用讲了，很多地方都会浮潜跟潜水。直升机，直升机的部分 ，Logan 我是在黄金海岸的海洋世界那边有可以搭直升机的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绕多大圈，还有搭的时间长短。轻航机，轻航机的部分 ，Logan 我是在圣灵群岛那边去搭的，因为我想要看星形礁，所以那个一定要搭轻航机去看，或是也有直升机啊。现在一定要从空中看，你才看得到那个星形礁爱心。它是在圣灵群岛的部分。海上游艇住宿这部分，我是选择了旅行社的2天1夜海上游艇之旅。你可以在圣灵群岛去一些白天堂海滩啊，一些景点，然后就在游艇上吃啊，放音乐啊，大家聊天跳舞，然后晚上也可以看一下澳洲最美的星空，
只要是没有云，澳洲每天你都是肉眼去看整个银河，真的看得到银河。看银河也是一个我的必做项目之一。划船就是划那2个人的透明玻璃船，但是应该不是玻璃做的，因为玻璃做的它应该就沉下去了，它是用亚克力做的。这部分是在摩顿岛跟华沙一起做的，所以我是跟一个美女一起划船。爬树，在Perth附近有个小镇，那边的树都长得超级高，一般的树在那边就跟草丛一样，我都想说我是不是到了小人国，我就是那个小人。那个树都超高，然后有特别的景点，你可以爬上去，它上面有个小树屋去做它的观景台，你可以看到整个临海，真的很美。豹无尾熊，这个我也在我的布里斯本一日游里面有讲到，布里斯本有个动物园，里面可以抱无尾熊，为世界上最小的袋鼠。这部分我是在 Perth， 它旁边有个 Rottnest Island， 上面有世界上最小的袋鼠，超可爱的。参加游行这部分我也在澳洲参加过国外的游行，跟台湾的游行是差异蛮多的哦。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情，这是一部很有名的日剧，虽然说 Logan 我是没有看过的，但大家都是这样讲，所以我也去呼唤一下爱情。这个是在指澳洲中心世界上第2大的单体岩乌鲁鲁的故事，开过世界上最美的公路。这个指的是澳洲从阿德雷德到墨尔本的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， 你可以去看，真的很漂亮，有很多特别的岩石，12门徒岩，或是他们说的伦敦吊桥，海边遇上野生企鹅。这个我是在澳洲南边那一个塔斯马尼亚东边的海边，特别过去半夜看到野生的企鹅在那边，但是你不能开闪光灯去照它，所以就是打别的地方的灯，然后去拍它，这样才不会吓到企鹅。矿山寻宝，这就跟刚才的 Cobra Baby 地底住宿一样，他们地底挖出来的废土会把它堆在一个地方，堆成山，因为高，然后有些人就去那边寻宝，找到一些很奇特的玉啊，或是一些结晶体。听说有人找到黄金啦，当然 Logan 我是没有的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，看你运气好不好。赌场观光这个部分，台湾人一定想去的，因为在台湾赌场是违法的，但在澳洲呢，赌场是合法的，但是不要沉迷赌博，也不要换太多钱。Logan 我只是换个澳币50块进去，没了就出来，我也不会多带钱去。大麻村，在澳洲一些地方，大麻它是合法的，但是它法律定得很奇怪，你自己用是 OK 的，但是你不可以卖。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嘛，一定是有些地方有些管道的。但是在澳洲抽大麻是合法的。路过合法妓院，我有特别去澳洲看，因为在澳洲妓院也是合法的，只是妓院它是不可以去做太大的广告招牌什么的，所以如果你去经过看的话，其实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妓院。这一些就是我在澳洲达成的成就，所以说时光它是不能重来的。Logan 我呢也没有让我的青春留白，接下来就换各位啦，不要等你结束了回来才去后悔说我没有趁年轻的时候去走这么一趟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环游澳洲之旅行篇，不要忘记帮 Logan 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